今天我们要深度解读世界黄金协会刚刚发布的2026年2月2日每周市场监测报告。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，对黄金投资者来说，绝对是惊心动魄的一周。我们见证了金价突破$5000的大关，一度飙升接近$5600的历史新高，随后又经历了剧烈的回撤。我知道很多朋友现在心里都在忐忑，这到底是牛市的中途调整，还是趋势的重大转折点呢？本周报告中最核心的两个关键信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。第一，根据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黄金需求趋势报告，2025年黄金需求包括场外交易在内达到了5002吨，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纪录。这个历史性的数字背后，黄金投资需求大幅跃升，各国央行购金需求保持高位。虽然珠宝制造需求因高价有所疲软，但整体的金融属性需求撑起了半边天。第二，金价在技术面出现了极端超买后剧烈调整，目前正在关键的55日移动均线附近寻求支撑。这个位置将决定后市的方向选择。简单来说，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，基本面的历史性强劲与技术面的剧烈调整相互交织，市场正在寻求重新的平衡点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，我是孙浩。鉴于上周价格波动的极端程度，我们先从技术分析入手，请大家重点关注报告的第6页黄金技术分析图表，这里展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技术形态。金价在上周经历了教科书般的极端超买后技术性崩盘，价格一度飙升至$5595，这个位置比200日移动平均线高出了整整 25%。 报告将此定义为极端典型的历史性超买区间。更重要的是，周线 RSI 动能指标出现了明显的负向背离，也就是价格创出新高，但动能指标却没有同步创新高，这通常是顶部信号的重要特征。目前市场正在一个极其关键的技术位置，就是55日移动平均线。报告显示出这个位置在$4437附近，这不仅仅是一条技术线，更是多空双方的分水岭。如果金价能够在这里获得有效支撑，便出现企稳的迹象，那么这轮调整可能就是牛市中的健康回调。但如果这个位置被持续有效跌破，下方的支撑位就要看到2025年末反映低点$4275至$4250这个区间，再往下是$4164。更关键的支撑是在整个2022到2026年上涨趋势的 38.2% 的斐波那契回撤位，位于$4075附近。从第14页的关键数据表格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。当前金价在$4894附近，年内高点$5595，年内低点$4310。55日移动平均线为$4437，200日移动平均线在$3787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9周 RSI 达到 75.29%， 已经明显处于超买区域。报告用红色标注了这一个极端的读数。向上看阻力位，首先需要突破$4690，这是短期反弹能否延续的第一道门槛。更重要的阻力是在$4885至$4895区间，只有有效突破这里，才能确认这一轮下跌可能已经结束。再往上的阻力依次是在$5000、$5106和$5247。我们这里还需要关注两个重要的宏观技术指标。第12页显示，美元指数 DXY 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长期破位信号，美元指数跌破了自2011年以来的长期上升趋势线，同时也跌破了2025年的低点 96.22。 虽然目前有技术性的反弹，但报告认为这只是下跌趋势中的临时反弹，美元的长期走弱趋势已经确立，
这对黄金构成了长期的利好。第13页的美国10年期实际收益率走势同样关键，实际收益率未能有效守住200日移动平均线突破，也未能站稳 38.2% 的回撤位和近期高点 1.9% 至 1.94% 的区间，证实了这次突破缺乏说服力，关键支撑在 1.8%。如果跌破，将迅速转为下行的趋势，这对黄金是重大的利好，因为实际收益率与黄金价格呈负相关的关系。现在让我们深入解析报告中的核心市场数据，这些数据背后隐藏着资金流向的真实意图。从第7页的市场表现与持仓数据表格可以看到，尽管经历了剧烈的波动，黄金年初至今的涨幅仍然达到 14.06%， 表现显著优于多数其他资产。但需要警惕的是，净多头占未平仓合约的比例高达 59% 至 60%， 这表明市场持仓依然拥挤，一旦出现风吹草动，踩踏风险不容忽视。相比之下，白银的表现更加极端，上周暴跌 17.44%， 年初至今涨幅 18.89%， 但净多头占比仅为 3% 至 5%， 这种金银比的急剧变化通常反映了市场风险偏好的快速降温。比特币也出现了 5.69% 的周跌幅，这些跨资产的同步调整都在提示前期市场情绪的过度乐观。第10页和第16页的 COMEX 期货持仓的数据更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资金结构分析。截至1月27日，货币管理者也就是基金经理的净多头持仓为 377.66 吨，比前一周的 424.7 吨减少了约47吨，这反映了专业投资者在高位获利了结的行为。其他类别投资者的净多头为 264.42 吨，相对稳定，说明中长线持有者的信心还算坚定。总净多头为 642.08 吨，虽然有所下降，但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。从具体的持仓情况变化来看，生产商净空头为 132.8 吨，这是典型的套期保值行为。矿企在高金价时锁定未来销售价格，掉期交易商净空头为 647.2 吨，主要反映了他们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和对冲服务的角色。ETF 资金流向数据同样值得关注。第17页和第18页显示，尽管价格出现了回调，全球黄金 ETF 依然保持净流入的态势，只是流入速度有所放缓。这说明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并未恐慌性撤离，更多的是在高位进行节奏性的调整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报告上提到了上周中国黄金 ETF 的资金流入量竟然超过了美国，而美国 ETF 的总规模是中国的7倍，这显示了中国投资者在边际上的买入力度非常突出。第19页的黄金市场交易量数据显示，在价格剧烈波动期间，各大交易所的成交量都出现了显著放大。伦敦场外市场、上海黄金交易所、COMEX 期货等主要的交易平台成交量都出现了近期的新高。高波动配合高成交量，意味着市场正在经历重要的方向选择，多空双方分歧巨大。这种换手为后续走势的确定奠定了基础。报告还特别强调了中国市场的表现。随着春节临近，中国批发黄金珠宝需求正在上升，这可能因为价格回调而被进一步放大，体现在上海黄金交易所本地金价溢价飙升，而交易量大幅上升。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黄金消费国，其买盘能否在金价回调时提供有力的支撑，将是影响短期走势的重要变量。第15页的经济数据意外指数图则显示出全球宏观环境的复杂性。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11年半以来的新低，
84.5，远低于预期的 91.0， 反映了民众对就业和物价前景的担忧。同时，生产者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.5%， 高于预期的 0.2%， 显示出通胀压力依然存在。这种消费信心加上成本推升的组合，往往催生了滞胀的担忧。在滞胀环境历史上，对黄金相对友好。展望未来一周，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几个可能改变市场格局的关键事件和数据发布。首先是政策层面的不确定性。报告第3页明确提到，特朗普提名 Kelvin Walsh 接替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，而 Walsh 一直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扩张的批评者。虽然他尚未正式上任，但市场已经开始提前交易未来货币政策可能更加缩紧的预期。这种政策不确定性是近期金价承压的重要原因之一，也将持续影响市场的情绪。从第5页的经济数据日历来看，本周有几个重磅数据值得关注。周5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是重中之重，市场预期新增就业仅为 6.5 万人，失业率维持在 4.4%。 如果实际数据显著弱于预期，可能会重新激发市场对美联储更快降息的预期，从而支撑金价。相反，如果数据意外强劲，则可能进一步压制宽松的预期，对黄金构成压力。周三，欧元区将公布1月份的 CPI 数据，预期同比增加 1.8%， 低于此前的 1.9%。虽然整体通胀可能因能源基数效应而下降，但核心通胀预期预计维持在 2.3%。 如果核心通胀顽固不降，欧洲央行在货币政策上的回旋余地就会受限。英国央行也将在周4开会，同样预计维持利率不变，重点关注前瞻指引的变化。对于投资策略，如果你是长期配置型的投资者，当前技术性回调实际上提供了更好的建仓机会，特别是如果价格进一步回落到4075美元等深度支撑区域。如果你是短线交易者，需要密切关注4437美元这个关键的位置是否能够守住，配合本周重要的经济数据表现来调整策略。无论采用哪种策略，风险管理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在如此高的波动率环境下，合理的仓位控制和止损设置尤为重要。如果这期视频的深度解读对您的投资决策有所帮助，请别忘了订阅、点赞我们的频道，打开提醒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以后每一期的黄金白银深度分析了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